2025年11月3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宣布，计划把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原址，也就是欧思里路38号列为国家古迹，认为它具有重大历史和国家意义，见证了我国从殖民到独立的关键历史事件，值得保护。政府也会尊重李光耀的遗愿，清除他和家人在这栋房子里的私人生活痕迹。欧思里路38号见证了人民行动党的诞生，更承载了新加坡由零开始的建国历史。1960年代新马合并到最终分家，欧思里路38号都是重要的讨论和决策中心。它位于乌节路一带的黄金地段，占地面积约1120平方米，约等于12间4房式组屋。这栋房子的去留多年来备受关注。要了解这背后的争议，首先要知道建国总理李光耀本人的想法。Look, I've told the cabinet when I'm dead, demolish it. I've seen other houses, Nehru's, Shakespeare, and it's a shambles after a while. People trot through and so on. And because of my house, the neighboring houses cannot build high. I said, demolish my house and change the planning rules, go up, my land value will go up. 不过，在这之后，李光耀意识到人们会因为房子的历史与文物价值而反对拆除欧思里路38号。因此，他准备接受拆除以外的选项，但必须满足以下这些条件。李光耀2015年3月去世后，遗嘱也随之公开。他在遗嘱中表达了拆除故居的意愿，不想成为崇拜的对象。但其实，他从2011年至2013年前后订立了7份遗嘱，其中故居拆除的条款上反复出现修改。2015年12月，李光耀的3名子女李显龙、李伟玲、李显阳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希望尊重父亲遗愿，等李伟玲搬出欧思里路38号之后，就将房子拆除。当时，作为总理的李显龙也主动回避参与政府一切有关故居处置的决策。到2016年6月，政府成立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专门研究这栋房子的去留问题。委员会由当时的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领导。但到了2017年，情况出现变化，李伟玲和李显阳发出一封联名公开信，指责李显龙滥用职权，违背父亲拆除故居的意愿。同年7月，李显龙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并澄清房屋所有权已归李显阳。我的父亲遗嘱中把欧思里路的房屋留给我，后来我发现这让弟妹很不满。为了安抚他们，我向他们提议，由我将房子转让给妹妹，代价是象征性的1块钱。很可惜，他们没接受这个建议。过后，我把房子转卖给弟弟，并且将我卖屋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我不想从这个房子获得任何金钱上的利益。2018年，部长委员会报告出炉，总结出3个可供未来政府考虑的故居处置选项，并表示不急于做出决定。2024年10月，欧思里路38号最后的住户李伟玲去世，李显阳宣布有意拆除这栋房子，并在5天后向市区重建局提交拆除申请，政府由此正式开始审核流程。如今，政府计划将房子列为国家古迹，其中一个可能的做法是将故居转变为历史遗产公园等公共空间。这个地段将不能被重新发展，用于住宅、商业或其他私人用途。作为屋主的李显阳可以在14天之内提出异议，申请将提呈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考虑。其他国家也曾保留与国家历史相关的遗址，例如印度甘地纪念馆就曾是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其中一个住所。我国目前有2处国家古迹也曾是私人住宅，分别是晚晴园，也就是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和陈旭年宅地。